前段时间明明还在用免费的总结 YouTube 视频的 AI 工具，就是当你把 YouTube 的视频链接喂给它的时候，它会直接总结视频，生成文本内容，可一转眼突然就收费了。这资本真是花几个月培养好用户习惯，然后马上就给你来个猝不及防，这镰刀咔咔的。所以我受到启发，花了点时间在本地用 DeFi 复刻了一把。是不是结果还不错呢？今天 DeFi 系列的第2讲就带大家一起复刻这个 AI 应用的功能，会讲到 DeFi 的3种节点和3种相似却又不相同的构建方法，在构建中帮助大家去理解 AI 底层的运作方式。准备好了吗？ Let's go！ 我是夕颜，在东京工作生活的数据科学家，在这里会用最极简的语言、最直观的例子，分享数据科学、机器学习 AI 等知识。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关注，不迷路哦。首先，我们要有大局观，先得考虑整体的工作流，从输入视频 URL 到 AI 帮助我们去文本总结。这里 LLM 大模型明显不能单独完成这个任务，所以会引入其他工具。引入什么工具？这里先按下购表，我们继续看看所需要的工作流有哪些。我们一点一点来梳理，先从 URL 说起。熟悉 YouTube 视频 URL 链接结构的小伙伴可能会知道，比如下面就是夕颜我的一个视频的链接，其中微等号后面的字符串就是这个视频的识别码 Video ID 了，这是一个唯一值。这个时候就该让这个工具出场了，它是 DeFi 工具库里自带的，名叫免费获取 YouTube 转录的工具。当把 Video ID 给它时，它就能获取该视频的字幕文本，而且不用开通 Google 的 API， 十分方便。不过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这个 UP 主得上传了字幕文件才可以。接下来将这个工具获取的字幕文本再传输给大模型，这个时候大模型就可以总结文本内容了。这也是大模型的常规操作。简单总结一下，我们 DeFi 的工作流差不多一共分3大步。第一步，从 URL 中找到视频的 Video ID。第2步，通过引入工具，根据 Video ID 找出视频的字幕文本。第3步，让大模型总结字幕文本。是不是和把大象放进冰箱的步骤差不多？所以我说嘛，没那么难。制定好了工作流，又有了工具，那么开始构建。我们启动好 Ollama、Docker 后进入 DeFi。我们先从最简单的方法，只用大模型 LLM 的方法来演示一下。首先，我们从这里创建空白应用，然后选择 Chatflow。这里输入我们 AI App 的名称，然后点击创建。现在我们就能看到这是 Chatbot 最基本的架构了。我们在这里可以把开始和 LLM 之间的关联解除，因为这里是3步，为了直观理解，我们就按3行来搭建，每一行代表一个大的工作流。第一步，我们需要从 URL 中提取微等号后面的字符串，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新的节点 LLM。我们点击添加 LLM， 这里我们可以改一下名称，提取 Video ID， 然后我们需要再添加一个 User Prompt。 在这里我们输入从用户提示词中提取 URL 中微等号后面的字符串。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里的问题呢？这里如果没有设置变量的话，大模型并不知道用户输入了什么，所以这里我们要加入提示词的变量，也就是 System Query。 我们用斜杠 System Query， 这里 System Query 是工作流中的一个系统变量，指代的就是用户输入的内容。我们可以回到开始，
在这里除了 System Query 以外，还有其他的系统变量。我会把官方文档放在视频下方，想了解各种系统变量代表什么意思，可以查看下。接下来我们就来测试一下这个节点，名字好像又被改回去了，我们继续加上。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节点，我们点击这里的三角运行此步骤，我们在这里输入我们的 URL， 这里点击开始运行。我们可以看一下状态是成功，运行 1.8 秒，使用了46个 tokens。我们看输入和输出，输入就不用看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提示词，我们输入的 URL 就被放到了这个变量里面。我们看输出，微等号后面的这段字符串就被成功提取出来了。接着第一步我们完成了，我们来第二步，根据 Video ID 找出视频的字幕文本。在这里我们点击添加节点，我们找到工具，这里搜索 YouTube， 我们看到这里免费获取 YouTube 转录，点开把它放到这里，我们把它拉到第二行来。这里我们先把第一步和第二步关联上，我们打开这个工具的设置，在视频 ID 这里我们需要之前从这个 LLM 中获取的 Video ID， 我们输入斜杠，找到 Text， 然后语言这里我们需要输入 ZH 横杠大写 HANS， 这里代表的是简体中文。如果视频字幕是繁体中文的话，那么是 ZHHANT， 英语的话是 EN。 在视频下方我也会把 Google 的开发者文档关于语言编码的链接放进去，这里的设置相当重要，默认是 EN 英语，如果与字幕语言不符，这里就会报错。下面的我们就不用设置了，我们看输出变量，这里可以看到输出变量 text 就代表获取的字幕文本。都设置好后，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节点测试一下，比如我们输入 Video ID 就可以，微等号后面的字符串，我们开始运行。我们发现简体中文的字幕内容就生成了，是不是很方便？这里也没有问题。接着我们来到第三步，我们把工具获取的 text string 传给下一个节点，也就是最下面这个 LLM 了。我们先把它们关联上，这里我们可以给这个 LLM 改一下名称。好的，这里我们来设置这个总结的 LLM， 在 System Prompt 系统提示词这里我们可以点击这里，通过提示词生成器设定一个角色。在这里我就简单写你善于总结 YouTube 视频的内容，然后点击生成，我让它帮我生成一个更详细具体的提示词。然后我们简单确认之后，然后点击应用覆盖现有的提示词，确认。我们发现系统提示词已经写好了。接下来在 User Prompt 提示词这里，我们知道 System Query 是用户输入的内容，我们需要替换成工具获取的字幕文本，所以我们找到工具的 Text， 这个
就是工具为我们找到的字母文本了。因为在上面已经有详细的指令了，所以在 user 提示词这里我们就简单写。总结下面 YouTube 视频的字母文本。第3步的设置就完成了。这里因为没有字幕文本，我们不好测试，所以我们直接来测试整个工作流。这里我再把总结文本这里的大模型的参数稍微改一下。我们来测试，可以点击右上角的预览，但是开始前我们需要注意右侧的警告。我们发现Define 告诉我们说，在这个 IAM 中 User Message 里面必须得包含 System Query 这个变量，所以我们必须前往设置，不然预览可能会报错。我们回到 IAM， 在这里我们来添加 System Query， 添加之后我们就发现警告解除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点击预览，在这里我们输入我们的 URL。 视频的总结内容就生成了，是不是很方便呢？关于总结的格式和要求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在刚刚角色设定的地方，也就是系统提示词中进行修改。这里我们也可以点开这里的查看日志，我们可以看到最开始的输入 URL 和输出，我们也可以点击这里的追踪，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每一个节点内的输入和输出了。如果有错误的话，我们就需要从每一个节点开始找 bug， 哪里的输入或输出有问题，导致了整个工作流的崩溃。到这里第一种使用 LLM 大模型的构建方式就讲完了，是不是很简单呢？接下来就来讲讲第2种。其实这3种方法只有第1步是不一样的，后面第2步和第3步都是一样的。第2种方法，在提取 Video ID， 我们采用的是代码执行。熟悉 Python 的小伙伴或者熟悉正则表达的小伙伴，这里我们提取字符串可以通过代码来实现。这里我们点击创建新的节点，我们选择代码执行，我们把它放到第1步来，我们把它放上去，解除它们之间的关联。如果强迫症，我需要调整一下它们的位置，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的，回到我们新添加的节点代码执行。这些复杂的东西我们先不去管，先把它清空，然后直接复制粘贴这段 Python 代码，用这段代码来提取 URL 中的 Video ID， 也就是微等号后面需要提取这一段字符串。这里代码除了用 Python 之外，也可以用 JavaScript 来写。在这个命函数中，输入变量是 URL， 最后会返回一个字典变量， key 是这里的 result， 值则是这里的 Video ID。 在最上面输入变量这里，我们需要输入这里的 URL， 我们来设置一下，点击添加，这里输入 URL， 我们发现这个没有变量可选，是因为我没有关联上。来关联好之后，这里发现出现了这里 System Query 没有问题。最后异常处理这里，我们可以让它找不到 Video ID 的时候，指定输出特定的内容。这次我们就先跳过了。好的，我们就来测试一下我们新加入的代码执行这个节点。我们同样输入 URL， 我们看一下通过代码我们获得 Video ID。 我们看见 success 成功，时间比刚才少了很多，而且这里重要的是结果是完全正确的，没有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我们的字典变量 key 是 result， 值是 Video ID txt7，
接下来我们就来关联第一步和第二步，将这个节点与工具的节点联系起来。这里我们恐怕需要重新设置，我们把这里代码执行 result 没有问题，简体中文，其他也无需改变。我们来测试一下 VDID， 同样结果也成功。这里测试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最后我们直接来测试一下整体的工作流。这里有警告，说的是这个节点被孤立了，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忽视。我们直接来测试整体的工作流，输入 URL， 是不是还不错？接下来第三种方法，也是最后一种方法，在提取 Video ID 的步骤，我们先解除它们关联，把它放上去。我们添加新的节点，这里第三种方法中，我们会用到参数提取器，我们先将它放在这里。好的，我们打开这个新的节点，首先我们发现这里有一个模型被设置在这里，我们先调节一下它的参数，然后我们将开始跟它关联上。输入变量这里我们同样是 system query 用户输入提示词，提取参数这里我们点击从工具导入，然后同样搜索 YouTube 免费获取 YouTube 转录。然后我发现这个工具需要的参数就直接被设定在了这里，是不是十分方便？我们需要在下面的指令中额外输入一些背景信息给它，方便它来找到我们的 Video ID。 这里我们就输入从 URL 中提取 V 等号后面字符串，只用输出 Video ID。 然后我们看下面输出变量这里，我们也能看到它需要输出 Video ID。 那么我们就来测试一下这个节点运行此步骤。我们输入 URL 开始运行，运行成功。我们直接来看输出 Success Reason Video ID TSCC 没有问题。这里消耗的 token 比较多，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消耗了这么多，怪不得花费了这么多 token， 原来系统提示词中的提示词有这么长。好的，Video ID 也被正确提取出来，这里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就来关联第一步和第二步。我们首先建立关联，然后在工具这里设置。我们重新这里需要设置，我们找到参数提取器里面的 Video ID， 其他不用更改。这里同样测试也没有意义，我们直接来测整个工作流。这里同样有2个警告信息，我们发现只是这2个孤立了而已，我们可以选择无视。我们来测试一下，输入 URL， OK， 生成的结果也没有问题。这里的参数提取器是不是和第一种方法的 LLM 大模型有点像呢？参数提取器的原理是通过使用 LLM 的推理能力，从自然语言中提取结构化参数，使得在工作流中使用工具和进行 HTTP 请求变得轻松。比如我有一个客户，他在和我的 AI 对话中提到一个订单号，我就可以在 AI 应用中使用参数提取器来提取这个订单号，然后使用这个订单号来查找这个客户的完整信息，比如他的联系信息、他的历史订单等等。一旦拥有了这个客户的完整信息，那么 AI 就可以为他更好的服务。总的来说参数提取器节点大大降低了工具调用的门槛，更好的利用了 DeFi 丰富的工具集。但是在刚刚执行中，我们也发现参数提取器消耗了大量的 token，
因为涉及到了推理的缘故，需要很多系统提示词来控制它。从另一方面讲，在参数提取器中，模型的选择上，我们也可以设置一些推理能力很强的大模型。最后补充一下，如果不是本地构建，而是云端 DeFi 的话，用这个工具的时候会报错，所以有空会来填个坑。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记得点赞关注，我是夕颜，我们下期再见。